准备好你的耳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走进一位弃笔从戎、征服西域的传奇人物班超。他原本是个抄书的小官，但心有不甘，志在千里。一句安能久视笔砚间，他扔下笔墨，踏上漫漫西行路。在数十年的征战中，他孤军深入，智取匈奴，安抚西域，70余国归顺汉庭，使丝绸之路畅通千里。他不是生于边疆，却最终以一己之力为大汉打通西域通道。他在最偏远的地方守住了最重要的疆土。他不是皇帝，却有帝王气魄；他不是武将出身，却留下千秋军功。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从笔头走到刀锋的男人班超，汉朝真正意义上的西域使者。公元47年，东汉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然而一个传奇人物却在这一年降生在一个注定不平凡的家族，他就是班超。他的父亲班彪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著作《汉书》的奠基人。他的哥哥班固更是青出于蓝，最终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而他的妹妹班昭则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史学家、文学家。你听听这阵容，这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墨香四溢，笔走龙蛇，那是他们的日常。然而与这满屋子的书卷气格格不入的是班超那颗躁动不安、渴望驰骋沙场的心。他不像哥哥那样醉心于故纸堆，也不像妹妹那样擅长诗词歌赋。他厌倦了暗读劳形，厌倦了每天伏案抄写史书的日子。他常常看着窗外，眼神里充满了对远方的渴望，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他知道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能清晰地听到自己血液里那种古老而澎湃的召唤，那是一种只有在刀光剑影中才能找到存在的意义的召唤。那时的他或许正在抄写着某个英雄的传记，笔尖划过纸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可他心里想的却是，他要成为被后世抄写的那个人，他要去创造历史。终于有一天，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日复一日的枯燥。当他看到那些身穿铠甲、意气风发的军人从洛阳街头走过时，他内心深处那团火终于被点燃了。他猛地放下手中的笔，发出了一声足以震碎他整个家族对他的期待的吼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孝父介子。帐前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视笔砚间乎？这句话就像一颗惊雷在整个班家炸响。他的家人，包括他那温文尔雅的哥哥班固，可能都觉得他疯了。抄书多好啊，安稳体面，还能名垂青史。你一个文化人去舞刀弄枪。可班超的眼神坚定的吓人，那不是一时冲动，那是他压抑了许久的雄心，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投笔从戎。他舍弃了笔，拿起了刀，从此一个书生变成了战士。公元73年，班超的机会来了。那时的汉朝与北匈奴的战火再次熊熊燃烧。汉明帝派大将军窦固率兵出击，班超以一个假司马的身份随军出征。假司马这个官职听起来似乎不显眼，但要知道，这可是班超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军旅生涯。他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雄鹰，终于被放飞到了属于他的天空。这次出征，窦固的军队抵达了伊吾，也就是今天的哈密。他们在这里进行休整。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窦固决定派一支使团前往西域的鄯善国。鄯善国是西域的一个重要枢纽，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谁能争取到鄯善，谁就能在西域占据主动权。这是一个充满风险但也充满机遇的任务，而这个任务的负责人就是班超。当班超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他心里明白，这不仅是对他能力的考验，
更是对他投笔从戎决心的终极检验。他要向所有人证明，他不是头脑发热，他是有真本事的。他带领着几十名随从，踏上了前往鄯善的征途。这是一条充满着未知与危险的道路，戈壁、沙漠、风沙，还有那些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但他没有丝毫退缩，他甚至觉得这才是他应该走的路。他们抵达了鄯善，起初鄯善王对他们非常热情，每日宴请，款待周到。班超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暗自观察。他深知西域诸国素来是墙头草，风往哪边吹，他们就往哪边倒。他们既畏惧汉朝的强大，又忌惮匈奴的凶狠，谁的力量强盛，他们就依附谁。所以鄯善王如此热情，反而让他心中生疑。果然，没过几天，鄯善王对他们的态度突然变得冷淡起来，宴会少了，言语也变得敷衍了。班超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知道这其中必然有诈。他立即召集所有随从，秘密地进行了一次只有他们自己人才知道的会议。在会上，他沉声问道：你们觉不觉得鄯善王对我们的态度变了？随从们面面相觑，有人点头，有人摇头，还有人一脸茫然。班超眼神扫过他们，语气更加坚定：3天前鄯善王对我们热情似火，可这2天他却突然变得疏远，甚至派人监视我们。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一定有匈奴的使者到了这里，他们正在劝说鄯善王背弃汉朝，倒向匈奴。一旦激起千层浪，随从们顿时紧张起来。匈奴那是汉朝的死敌，也是西域诸国头上的一把刀。如果鄯善王真的倒向匈奴，那他们这几十个人岂不是要羊入虎口？班超看着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恐和不安。他知道他必须稳定军心，必须找到一个破局之法。现在如果我们在这里等死，那我们就真的死定了。班超的语气突然变得无比激昂，如同利剑出鞘，直指人心。匈奴人肯定还没来得及说服鄯善王动手，只要我们抢先一步杀死匈奴使者，就能震慑鄯善王，让他重新归顺汉朝。这话一出，随从们震惊了。杀匈奴使者，这可是天大的胆子！他们只有几十个人，而鄯善王手下可是有数千军队，这简直是以卵击石。所有人都沉默了。班超看着他们，他知道这是最关键的时刻，他必须让他们相信他能带领他们创造奇迹。他盯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今我们身处绝境，唯有主动出击，方有一线生机。大丈夫当立不世之功，岂能坐以待毙？他的声音不大，却充满了震慑力。他的眼睛如鹰隼般锐利，燃烧着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必胜的信念。随从们被他的气势所感染，被他那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震撼。他们开始明白，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外交任务，这是一场关乎生死的豪赌。他们没有退路，只有跟着班超往前冲。他们纷纷表示愿听班超号令，誓死相随。当晚夜幕降临，伸手不见五指。班超派人去抓了一个鄯善当地的向导，严刑拷打之下，向导终于交代了匈奴使者的住处。原来匈奴使者一行有100余人，他们的到来果然让鄯善王动了摇。班超立刻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他让随从们每人拿着一把鼓，埋伏在匈奴使者的住处附近，约定等到他发出信号，就擂鼓呐喊，制造声势。而他则亲自带着几个精锐冲进了匈奴使者的营帐。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漆黑的夜，只有零星的火把在风中摇曳。班超带着他的敢死队
悄无声息地摸到了营帐外。他们屏住呼吸，能听到里面匈奴人粗犷的鼾声。班超做了个手势，然后猛地踹开了营帐大门。杀！他一声怒吼，如同猛虎出闸，电光火石之间，刀光乍现，血花飞溅。匈奴使者还在睡梦中，就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魂飞魄散。他们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班超等人干净利落地斩杀。与此同时，营帐外鼓声震天，喊杀声此起彼伏，几十个人竟然制造出了千军万马的声势。匈奴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吓懵了，他们以为是汉朝的大军压境，根本不敢恋战，纷纷仓皇而逃。然而班超早已命人放火烧了他们的营帐，火光冲天，映红了半边夜空。那些逃出来的匈奴人在火光中成了汉军的火把子，无一幸免。这一夜，班超率36人奇袭匈奴使者，制造声势，火攻营帐。匈奴使者仓皇溃败，多数被歼灭，此役大震鄯善国。鄯善王得知消息后惊恐万分，他看到了班超的狠辣，也看到了汉朝的决心。他明白他根本惹不起这群不要命的汉朝使者，他赶紧跪地求饶，表示愿意永远效忠汉朝，再也不敢有二心。班超没有为难他，只是警告他，让他好自为之。经此一役，班超的声名如同飓风般迅速传遍了整个西域。所有人都知道，汉朝来了一个不仅有胆识，更有狠劲的男人。他用一场看似不可能的胜利，为汉朝在西域敲响了回归的战鼓。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鄯善国归附后，班超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的目光落在了西域的又一个重要国家于田，也就是今天的和田。于田国力强大，位置险要，是连接中原与中亚的关键枢纽。而更重要的是，于田王广德竟然公然废除了汉朝赐予的印绶，公然倒向了北匈奴，还杀死了汉朝的使者。这简直是对汉朝的赤裸裸的挑衅。班超自然不能容忍，他带着部下从鄯善出发，一路向西，目标直指于田。然而于田毕竟不是鄯善，这个国家人口众多，军队强大，而且他们的巫师也很有影响力。在于田，巫师的话有时甚至比国王的命令还要管用。班超抵达于田国境时，并没有立即发起进攻，他深知强攻只会损耗兵力，而且效果未必好。他选择智取，他先派人去于田王宫送去了一封信，信中言辞客气，但字里行间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他表面上是来友好访问，实际上却是给于田王下了一道最后通牒。于田王广德早就听说了班超在鄯善的雷霆手段，心里也有些犯怵，但他又仗着自己国力强盛，再加上有匈奴撑腰，所以迟迟不肯表态。他甚至还听信了巫师的蛊惑。那个巫师说，我昨天算了一卦，神的旨意是东方有神人到来，他们会带来厄运，只有把他们的坐骑献给神才能化解。这简直是胡扯八道，这巫师分明就是匈奴人收买的。巫师的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班超的耳朵里。班超听了，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冷笑一声。他知道机会来了，他立刻派人去通知于田王广德，巫师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是神人，既然神要我们的坐骑，那不如让巫师亲自来取吧。我们汉朝的马可不是普通的马，他们只会听从神圣的指令。于田王广德听了这话，心里泛起了嘀咕。他不知道班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那个巫师却自以为立了大功，屁颠屁颠地跑来要取班超的马。他大摇大摆地走到班超的营地，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班超看着这个
被利益冲昏了头脑的巫师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寒光。他走到巫师面前，突然一言不发，直接命令手下将那巫师当场斩杀。这一幕彻底震惊了在场的于田人，所有人都呆若木鸡，没有人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班超竟然敢在于田国境内当着他们的面杀了他们的巫师。要知道，这个巫师可是被于田人奉若神明，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班超这一刀斩断的不仅仅是一个巫师的生命，更是于田人对匈奴、对巫师迷信的所有幻想。当巫师的血溅落在地时，班超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对着惊恐万状的于田人大声说道：这就是触怒汉朝的下场。你们的巫师根本不是什么神人，他不过是被匈奴收买的一个跳梁小丑。汉朝的威严不容亵渎。这番话如同洪钟大吕，震彻于田国每一个人的心。于田王广德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他再也不敢犹豫，立刻率领着他的文武百官来到班超的营帐前，跪地请降，表示愿意重新归顺汉朝。班超的计策可谓是杀鸡儆猴的完美演绎。他没有用一兵一卒，仅仅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对人心的精准把握，就瓦解了于田的反抗意志。他知道，对于这些信奉鬼神的西域国家，与其用武力征服，不如用更直接、更震撼的方式摧毁他们的精神支柱。他做到了。于田这个西域的强国就这样被班超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汉朝的旗帜再次飘扬在于田的土地上。于田归附后，西域诸国彻底被班超的手段所震慑。他们开始意识到，汉朝的使者不再是以前那种只知道送财送物的绵羊，而是披着羊皮的猛虎。班超趁热打铁，继续向西域腹地推进。他的下一个目标是疏勒国，也就是今天的喀什噶尔地区。疏勒是西域人口最稠密、地理位置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它扼守着丝绸之路的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疏勒国王叫钟，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但他的王位却是被盘踞在龟兹的北匈奴扶植起来的。钟王对汉朝虽然心存敬意，但碍于匈奴的淫威，一直不敢公开表态。班超知道，要拿下疏勒，就必须先解决钟王的问题。他再次采取了他那独一无二的班超式外交策略，先礼后兵，礼中带杀。他派人去联系钟王，表达了汉朝的善意，也阐明了如果疏勒继续背弃汉朝会面临的严重后果。然而钟王仍然犹豫不决，他既担心得罪汉朝，又害怕匈奴的报复，他还在观望。就在这时，班超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他要擒贼先擒王。他率领着数百名精锐士兵，悄悄地埋伏在疏勒城外。等到天色将晚，他命令手下伪装成商队混入城内，而他则带领着几十名真正的心腹，直接潜入了钟王的宫殿。这简直是艺高人胆大，几十个人闯入一国之君的寝宫，这要是被发现，那可就是插翅难逃。但班超就是有这种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惊人魄力。他就像一个隐藏在暗夜中的猎豹，精准地锁定了猎物。他们悄无声息地潜入了王宫。钟王还在处理政务，丝毫没有察觉到死神已经降临。班超突然推开大门，带着手下冲了进去。钟王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他根本没想过汉朝的使者竟然会如此胆大包天。班超冷冷地看着他，语气如同千年寒冰：钟王，你可知罪？钟王吓得脸色煞白，浑身颤抖，根本说不出话来。班超接着说：你深受汉朝恩惠，却与匈奴勾结，背弃宗主，你可知此举将给你的国家带来灭顶之灾？
忠王终于缓过神来，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他颤颤巍巍地跪了下来，连连磕头，表示愿意归顺。班超没有立即答应，他让忠王写下归降书，并当场宣誓效忠汉朝。忠王为了保命，哪里敢不从？就在忠王写下归降书的那一刻，班超又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他并没有杀忠王，而是将他囚禁起来，然后扶植了疏勒的另一个王子都成为新的疏勒王。都是一个亲汉派，他上位后立刻表示愿意彻底归顺汉朝，并协助班超在西域继续开疆拓土。班超的这一系列操作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心理战和政治战。他通过杀巫师震慑于田，又通过秦忠王控制疏勒，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对西域人心深处的一次又一次精准打击。他让所有西域国家都明白汉朝回来了，而且汉朝的使者不再是文弱书生，他们是比匈奴更狠更有手段的真正的主宰。疏勒归附后，班超的名声彻底传遍了整个西域，许多小国闻风而动，纷纷表示愿意归顺汉朝。班超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但他的使命远没有结束。他知道，只要北匈奴还在西域兴风作浪，汉朝的统治就永远不会稳固。接下来的几年里，班超在西域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传奇征程。他率领着他的被称为班超敢死队的队伍，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他就像一把插入西域心脏的尖刀，将匈奴的势力一点点地拔除殆尽。他面临的挑战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西域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大漠戈壁，水草稀少，补给困难，兵力不足，是他永远的痛。更可怕的是，汉朝廷对他的支持时有时无，甚至经常会出现反复。举个例子，他攻打龟兹的时候，这个龟兹是西域的大国，也是匈奴在西域的最坚实的盟友。班超在西域征战多年，立下赫赫战功，可汉朝廷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臣们却根本无法理解他在万里之外的艰辛。他们只看到班超的队伍人数不多，却屡次用兵，还向朝廷要钱要粮。于是朝中质疑之声甚嚣尘上。有人说，班超劳师远征，耗费国力，却收效甚微。有人说，班超拥兵自重，恐有不臣之心。甚至还有人直接上奏汉章帝，要求召回班超，停止对西域的用兵。这简直是荒唐透顶。当班超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心里是何等的愤慨。他在万里之外浴血奋战，为国家开疆拓土，而朝中那些养尊处优的文官却在背后扯他的后腿。他知道，如果他真的被召回，那他这几十年的努力就将付之东流，西域又会重新落入匈奴的魔爪。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他当机立断，再次上书朝廷，字字泣血，句句肺腑。他在奏章中详细陈述了西域的战略重要性，以及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写道：臣在西域，并非为一己之私，乃为国家大计。若西域不保，则匈奴卷土重来，边境永无宁日。臣虽一介武夫，亦知社稷为重。今若召回臣，则前功尽弃，悔之晚矣。他甚至还想出了一个惊人的招数。他写道：如果陛下不相信我，执意要召回我，那请陛下赐我一把剑，让我自刎于此，以明我志。我宁愿死在西域，也不愿带着失败的耻辱回到洛阳。这话简直是石破天惊。一个将军宁愿自杀，也要留在前线，这是何等的悲壮与决心。这封奏章终于震动了汉章帝。汉章帝读完奏章，感慨万千。
他终于明白了班超的苦心，也意识到西域的战略价值绝非那些短视的大臣所能比拟。最终，汉章帝驳回了召回班超的奏议，反而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这个官职是汉朝在西域设置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负责管理西域诸国，保障丝绸之路畅通。这是对班超最大的肯定。班超终于从一个假司马、一个外交使者，变成了汉朝在西域的真正主宰者。然而，即便成为西域都护，班超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手下的兵力始终有限，最多的时候也就几千人马，而他要面对的是广袤的西域上百个国家，还有时不时卷土重来的北匈奴。他几乎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他不仅要打仗，还要搞外交、搞建设。他要平衡西域各国之间的关系，调解纠纷，平息叛乱。他要在贫瘠的土地上屯垦戍边，解决粮食问题。他要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保障商队的安全。他就像一个永远不会疲倦的陀螺，不停地旋转着，为汉朝巩固在西域的统治。他曾带领军队长途跋涉，穿越沙漠，攻打燕齐国。燕齐国曾是西域大国，但背叛汉朝，投靠匈奴。班超先是派遣使者劝说燕齐王归附，但燕齐王仗着国力强大，不予理睬。班超没有立即动武，他先是派人暗中联络燕齐国的邻国，比如善于骑射的刹车国，让他们协助自己。他还离间燕齐国的上层，让他们内部矛盾重重。等到时机成熟，班超突然出兵攻其不备。燕齐王根本没想到班超会突然发起攻击，仓促应战，结果大败。班超趁势追击，最终斩杀了燕齐王，彻底平定了燕齐国的叛乱。这一仗再次震慑了西域，巩固了班超的威望。班超在西域一共待了整整31年，从一个20多岁的青年到白发苍苍的老者，他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了这片荒凉而又充满传奇的土地。他从未放弃，从未退缩。他的妻子、他的孩子都在遥远的洛阳，他几乎与世隔绝，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西域的治理中。然而30年的风沙侵蚀，30年的刀光剑影，也让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书生变得日渐衰老。他的身体早已被磨砺得伤痕累累，疾病缠身。他开始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再次上书朝廷，请求归乡。这次他没有慷慨激昂，只有一位老兵对家乡最深切的渴望。他写道：臣不敢言功，但求一死于故乡。臣年老体衰，气力已尽。昔日西域狼烟四起，今已太平。臣愿将都护之职交付贤者，而臣则回洛阳侍奉父母，直至终老。然而当时的汉和帝并没有立即批准他的请求，他还在犹豫，还在权衡。毕竟班超在西域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如此牢固地掌控着整个西域。就在这时，班超的妹妹班昭出面了。班昭不仅是著名的女史学家，更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奇女子。她知道哥哥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她也知道哥哥为了国家付出了所有，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哥哥老死异乡，客死他乡。她亲自上书汉和帝，为哥哥求情。她的奏章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她写道：臣兄班超以布衣之身，投笔从戎，转战西域30年。他为国开疆拓土，威震万里，功勋卓著。如今他年逾70，体弱多病，思乡心切。陛下若不许其还乡，
他日恐将客死异域，岂不令人心痛？陛下仁德，当怜悯老臣，允其归礼，使其得享天年。班昭的奏章终于打动了汉和帝。汉和帝读完奏章，泪流满面。他意识到自己亏欠了班超太多，他立刻下旨召回班超，并派人在各地迎接，给予最高礼遇。公元120年，班超终于踏上了返回故乡的旅程。那一年他已经71岁了。他离开西域时，西域诸国为他送行，场面宏大，哀声震天。他们知道，这位汉朝的守护神，西域的定海神针即将离开他们了。许多西域人甚至痛哭流涕，不愿让他离开。班超坐在马车里，看着窗外那片他奋斗了31年的土地，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他曾在这里流血流汗，也曾在这里书写了属于他自己的传奇。当他抵达洛阳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20年8月。他终于回到了阔别31年的家乡。他的家人，他的亲人都赶来迎接他。他们看到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步履蹒跚的老人，但他的眼神里依然闪烁着那种不屈的坚毅。汉和帝亲自接见了他，对他大加赞赏，封他为定远侯，10亿千户。然而英雄迟暮，岁月无情。仅仅1个月后，这位传奇的西域都护就在洛阳病逝了，享年71岁。班超这个名字如同一颗耀眼的星辰，永远铭刻在汉朝的史册上。他的一生是投笔从戎的最好诠释。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文人也可以有铁血丹心。他用31年的时间，让汉朝的威名远播万里，让丝绸之路重新焕发生机。他所建立的西域都护府，保障了汉朝对西域的有效统治，也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是不世出的英雄，是那个时代敢于用血肉之躯铸就民族脊梁的真正狠人。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叫虽千万人吾往矣。他所守护的不仅仅是疆土，更是汉人骨子里那份永不屈服的胆气与荣耀。